我之前没见过脂粉是这么做的呀。哎呀，也用不着。所有颜色都拿一份。好，没必要吧？有必要啊。这。 新鲜的花，慢走啊！各式各样的花。哎，两位，顺便看一看呢。都要了。没必要。爸。没必要吧？哎，有必要，有必要。明义仙子对吧？嗯。明义仙子出身花月夜，现在家与斗着，季仙君还这般疼你。 带着你将浣纱集市的东西都买了个遍呢，你们神仙眷里的故事可都传遍了。你看，我们都供奉了你的画像，期盼也得一个这样的如意郎君。哪有？怎么了？不够啊？再买点。哎呀，大人，你是因为利用我成亲做戏，所以心存愧疚，最近才对我这么好。我待你好，难道只是因为愧疚？哎呀，大人是第一次跟仙子约会吧？这帮我拎东西都不知道，哎。啊，抱歉啊。是时候借你的手给我整点小法器了。哎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我们买了这个小荷包，你说那么多东西，若是我们用灵力一个套一个，把东西都装进去，不就不用手拎了吗？应该可行。试试。太厉害了，大人！这袋中有乾坤，那就叫乾坤袋吧。我看看啊，东西真在。一个簪子，小心！一把匕首。哎，你说这个簪子跟匕首，它能不能合二为一？就平时呢，我就把它当个簪子带着；那出了事呢，就可以把它化作匕首，防身用。你是觉得我保护不了你？不是，你说，要是你不在的时候，那我一个人碰到危险怎么办呢？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想要一个，你给我变一个。好。大人，谢谢。叫它刺激簪吧，我平时都带着。那个，大人再给我变一个，我还想看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没必要吧？我真的想看，你给我变一个，变一个。不变。乾坤袋、刺激簪，我从小就能做。我现在还得哄着你帮我做，才能名正言顺用这些法器。好。变了这么多呀！大人厉害啊，把葱油饼都能做成法器。此物为饼盾，坚不可摧。这个我就不用了，谢谢大人。哎，参见神君。
夫君。上届青云大会，吉星渊跻身上3境，但我相信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日后还有连胜等着咱们。今日诸位，愿为吉星渊效力拼杀，本君不胜感激。还望日后大家全力以赴，守护吉星渊荣光。全力以赴，守护吉星渊荣光。兄长，身体要紧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这就回去。是他呀！罪先后诏，求见神君。之前他不是早就失踪了吗？就出现了，是的。怎么是？就是对呀，是他，他俩没错。后诏罪孽满身，实不可赦，请神君赐死。后诏，你失踪已久，丢下司叛堂不闻不问，如今却跑到神君面前放肆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来人，在，将后诏拉下去。是。等等。多谢后诏贤君，将机已交付于我，否则我还要再费些心力，找到我要对付的人。别忘了我让你做的事。神君病中昏睡多年，但总有些场合暗指他必须在场。每逢这个时候，他都会如约醒来。今年的斗者遴选，想来也不会例外。届时，你就去面见神君，公开认罪。罪先后诏，利用司叛职务之便，私自炼制离恨天与黄粱梦。什么？是啊，这离恨天对黄粱梦就是如今已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愿自首陈情，只求神君降罪。啊！离恨天与黄粱梦，那不是让人生出灵脉的不是灵药吗？这才6境，不是失传上百年了吗？是啊，他怎么会有啊？居然还有人在私自炼制离恨天。22年前，我意外得到了博士一脉留下的衣经，便利用沉渊之地与醉囚之劳力，偷偷炼药。只是那手术是残卷，多年以来，只炼制出了离恨天，未得黄粱梦。若真如后诏所言，韩风君，沉渊归你管辖，你可有解释？兄长明鉴，弟弟掌管沉渊期间，从未听过这样荒唐的事。后诏，这件事你可得想清楚再说呀。这得有证据。随意攀污，可是会祸及全族的。对呀，后诏，韩风君到底有无参与？你可一定要说清楚，为他作证啊！是我。一切都是我后诏一人所为。
关陈渊期间，我伪造了韩凤君手术，以公谋私，迫使陈渊醉囚，为我炼制离恨天。哎，后赵仙君，新补进来给我捣药的人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快点，别磨蹭，那边去！快点，快点！那边去！敢偷懒不干活，欠打！你们这些低贱的醉囚，老老实实给我捣药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。司徒仙君，若后赵所言属实，该如何定罪？此案牵扯甚广，恐怕小仙还需要仔细调查，判别其真伪，才能下判。罪嫌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好，即日起，后赵押入司判堂天牢，在司判堂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发落。好，神君圣明，本君定当督促司判堂查清来龙去脉。等等，后赵之罪，小仙还有事启禀神君。仙君放心，您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水是定要报答的。小仙，花月夜洒扫侍女若水，愿受以下犯上之悬刑，以卑弱之躯控告仙上。你又来告什么？神君明鉴，此事并非像后赵所说的那般简单。那些所谓在陈渊助他炼药的罪囚，实则都是被他拐带的无辜仙灵。他以幽冥所炼，强行扣住仙灵们做苦工，炼药的毒水污染了附近多个村庄。后赵明知如此，却执迷不悟。这位仙子，你怎会知道这些？你与后赵是什么关系？小仙是后赵流落在外私生之女。你方才说后赵是你的亲生父亲，那你又为何要告发他？是啊，亲生父亲就是。不如仙子将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司判方好定罪。若水，当初抛弃你们母女，
是阿爹不对，我也在一直找机会尽力弥补你。只求你不要再埋怨阿爹啊！你也配？你现在又来装什么好父亲？当初你接我出生的时候有枯枝病，是五衰之兆，你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和阿娘。娘亲也因心力交瘁，久病成疾而亡。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抛妻弃女，只想求一个健康的子嗣，可是你的后世一脉都因患枯枝病而亡，只有我活到了今天。若非如此，你怎会记得你还有一个女儿？后赵如此薄情寡义，我怎能不恨他？话虽如此，若只有你一人执政，恐怕还不够。启禀神君，小仙除了自己，还有人证。民意仙子。我在花月夜虽未与民意有过交集，但是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极星渊边境寒暑之水的采药仙。民意，你是否见过你父母死去时的样子？大人，我家世代身处寒暑之水，只能以采药为生。这房间以后是你的了。5日后，寿华判宫开始为下届青云大会遴选斗者，主上希望仙子陪同参加。这是我的护身符。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，连我都是你棋盘上的棋子。我既借用了明家女儿的身份，今日便替他们伸冤。我父母去世时，脸色发紫，身上各处都有蛛网状的血痕，痛苦万分。云逸，你父母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？利都利用了，还装什么？敢问在场一仙，民意的父母呈现的是什么症状？是啊，言笑一仙，你来说说这是什么症状？如此死状，应是长期接触血珠花积累了毒素。据我所知，寒暑之水的采药仙在尘渊附近采药时，皆因喝了渊中泉水离奇死亡，而水中的毒源，正是那毒性猛烈的血珠花。我知道，以下告上，须受悬刑。小仙民意同样以卑弱之躯控告仙上。小仙无能，直至今日才知父母枉死。寒暑之水，不知还有多少像我父母一般，被生活所迫。元死，计划一起，他也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
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灵。你们别再怀疑她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傅那儿瞎说。师傅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。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她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宿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。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陷阱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鬼的2个猴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猴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，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
他们布下了竹林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师姐，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，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修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化宫这么多世界师妹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。别动！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婉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秋明，你真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还有那个素凝真，她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婉婉，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他该死。搜。没关系，你不敢做的，师父替你做。
怎么了？似乎太顺利了。顺利还不好。谢少城主，此次多谢几位出手相助，此情镜花宫定会铭记。公主客气。也诚邀几位今夜做客镜花宫，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谢少城主可莫要推辞。既是公主邀请，自当赴宴。如此甚好，我这便回宫安排。你确定你们是仙盟？这素宁真瞧着，怎么比桑琪还阴冷啊？别乱说话。你怎么瞧着心情不太好？是因为崔婉婉的话？我原以为你只站在人族那边，没想到你也同情灵族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非拦着我杀高秋明？我观对错，无关族类。高秋明错不至死，你要杀他，我自然要拦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更占理的话，你也会站我这边了？你除外。凭什么？你站的理，大多都是歪理。歪理怎么了？歪理也是理啊。此次铲除内奸，寻回玉令，多谢几位相助。我敬几位一杯。我不饮酒，以茶相待。也好，请，请。此番谢少城主在暗域遇险，镜花宫后知后觉，未能及时相救，反倒要你带伤来助，实在惭愧。苏公主言重了。只不过谢少城主与南庄主今日午后来见，为何不先告诉我？所谓的素网阵，只是你们的诱敌之计。难不成二位是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镜花宫人多眼杂，既是诱敌，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是布好局之后，才告知少公主的。师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灵族都是……好了，今日宴请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了。镜花宫中有自酿的酒，以稀有的灵花为饮。除了谢少城主外，几位正好尝尝。我已命人去取，一会儿便会送来。请。你在干什么？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谢月辰，在西长老，别碰他，会传人。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暗域邪骨，师父，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师父，师父。
雪神，快走，快走！苏公主怎么会突然中蛊？也许她早就中蛊了，只是因为她修为高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作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蛊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这里是净化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。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。公子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又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蛊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停下！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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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师父！现在才是够了。穆雪梨，师父！穆雪梨！如何？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什么意思？照脉象来看，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的魔气易散。说真是伤上加伤。怎么了？她灵窍破损。是，他跟我说过。灵窍破损，也就说明他无法像寻常灵族一样修炼灵力，也无法结出灵丹，只能引魔气入体，修习魔功。可不论是魔气易散，还是魔气入体，对于一个灵族来说，都是生不如死的畸形。你精通医术，可有什么办法能助他恢复？许愿。我对魔功也不大了解，
只能先去净化宫药库，看看有没有他可用的药。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魔气一散。小心！说真是伤上加伤。东阳，你知道怕是种什么感觉吗？怕？嗯。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我方才好像就怕他就那样死了。我不确定的是不是怕，我只知道我不想他死。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为何这么在意这位故人？说不真切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仿佛一切都本应该如此。你说，他会是我要找的梦中人吗？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可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清那梦中之地。那种感觉很相似。穆玄灵，会是他吗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再多花些时间，去看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。玄灵，师父，过来，该练功了。想要力量吗？想要复仇吗？感受魔气，将它纳入体内，不要排斥它。记住，魔气是力量的源泉。人会背叛你，感情会背叛你，你能依靠的只有力量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的修行这么痛苦？因为我们生来有罪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
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带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，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域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作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我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雪晨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影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影的魔丹，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。
像我，只